好，我去找老朋友闲聊一下啊，去找范凯闲聊一下。这个是Java 的创始人啊，最近也是准备开始做 YouTube，然后我们去试一试看看直播效果怎么样。我现在发出了邀请，等他进来连接。当然了，我们既然是临时直播呢，所以现在零人啊，这个一个人都没有。但是也许一会儿就有人了呢。走啊，有一个人了。你好啊，这个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坐在这儿直播。那么今天是去找老朋友闲聊，顺便呢教他跟他聊一下他做 YouTube 的一个感受啊，而且这个老朋友也是我们很长时间没见了啊。这个他在上海，我应该下周去上海能看到他吧？这个真的是技术大牛啊！这个好。喂，能听到我说话吗？老范，能，范路。直播开始了，现在有12个人在看。哎，范路，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啊，我能听到你说话，但是哎，奇怪，你听不到我说话吗？我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那就可以了。那可以。我换了那个大疆的，果然好用，它这个对，输入我这个也设备好是大疆。像那个啊，对对对，你也用这个，我也是这个。是，对，对，然后它有个小磁铁，我给它粘上，对我也是，我是把磁铁粘在里头去了。看看啊，这个磁铁怎么去弄？这个小磁铁跑哪去了？在这儿。它有这个小磁铁，这样粘上去。好的，对，好，学习学习。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效果还是不错的。嗯，然后可以开，就是你如果在 Mac 上的话，就是 Mac 上面现在是有一个，就是在最上边有一个绿色的摄像头的图标，你点一看到了。下的话就可以设背景，它可以自动抠像，就是 Mac M 系哦列芯片抠像的这个效果极好，所以你看我后边实际上是抠像的。背景。对，然后还可以，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它要边缘，设置一个背景图片是吗？我这你你现在最你怎么新的有边设置？缘灯，就是它把屏幕上打一圈灯，然后这样我们的脸就亮了。边缘光看到了，但似乎没看到是吧？然后我们还可以，比如说点个红心呐、什么点个赞啊，放个气球边缘光，啊，这个还是有很多这个 Mac 对于直播来说还是非常棒的啊。你这个是对，因为这个付费版本，所以才有这些高级功能的吗？不是，这是 Mac 的功能，这跟那个 StreamYard 没关系。哦，哇，这个强。哦，那这个背景的话，这背景要换图，我知道了。啊，可以自己换图，所以可以你就制作了一张圣诞的图，然后给它换上去就行。我就 Midjourney 整一张图扔上去就完事儿了。对啊，就是这么对简单。对对对对，这个不错，这个不错。我看看啊，我这个默认好像它里面系统 Google Chrome 给了一些图，随便先选一个。对，可以选一个。这是苹果的总部，应该看着像刚才那好个。像是这这个，反正不知道这这个就从哪儿冒的，不要上，这反正系统个图有点开它就有。歧义。哦，这可以啊，这个效果相当的不错嘛。摄影对呀，师摄影师的灯光，边缘光，嗯，边缘光感觉都不需要。不，边缘光就是它在我们的 Mac 屏幕周围转一圈这个光，然后的话让我们的脸看得亮一点。哦，这个意思啊。我去。对呀，不是很多直播的小姑娘都是拿这种大圆盘灯，然后在中间放一个手机，中间一个，对对对对，哦，对，明白就像这么个事儿。明白明白，原来这个意思。是，哦靠，好吧，太专业了。回对呀，应是什么呢？回应就是刚才我点的那个小泡泡啊，什么这个大拇哥呀，什么这种东西就是回应。哦，看到了小红心儿。对，哦，可以出然后现我的，在我你看啊，这儿。这个我哦，们已经去。有评论，有观众上来了，神出鬼没。对，因为我这个是没有任何通知，然后我就直接开始直播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呀，你怎么又神出鬼没了？有第挺好，一名了，挺好。然后这个聊什么啊？这个今天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跟范凯也是好多好多年没有见面了，咱俩有多少年没见了？不记得了。可能有，不记得了。我最后见你，你应该还在 CSEN 呢，哦，那得有10年以上了。10年以上了。对，对。对，然后这个范凯是真的，
技术大拿啊，像我技术其实好多东西到后期已经不怎么自己写了，但是范凯哎，是真正我做过这听说当个技术时那个什么，手续的。那个 Musical.ly 是你投的吧？好像是谁投的？Musical.ly 是我投的，对，是的。是啊，那你说没有 Musical.ly 就没有后面的抖音啊。对，是。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对于我来说，投中了这样的一个案子，然后也就是当年的绩效得了一个 A，然后呢，哦，年底发了这个一点点年终奖就完事儿了，实际上后边跟我没什么关系。哎，这个其实没有跟个人利益绑定嘛。做投资的话，其实，哎，这个是没不是，办法。这个做战略投资都是这样，战略投资就是只有老板在里边会有个人利益绑定。这个像我们哦，这种，就是我当时是猎豹的战投的这个总监嘛，但是嗯，这个就是能够老板最后想起来给你一个 A 也就可以了，哈哈。那还能怎么办呢？哎呀，所以啊，都是有故事的人啊，都是有过是啊，当年的辉煌啊。对，当年很辉煌，哎，这个，那你这几年在搞什么呀？我是13年年底才离开丁香园的嘛，因为嗯我，哎呀，因为我那个时候在丁香园有很多很多的期权跟股票，然后嗯呢，这个玩意儿又不能走，你要知道那个公司呢，它是像我们这种高管，非离职不回购的，就是如果嗯你不离职情况下，他也不给你回购，然后呢，他也不允许你卖，然后呢，就很难受嘛，所以嗯就只能在那儿待着。然后呢，早些年呀，就是一直到2021年的时候，就是当时公司发展势头还是很好的，然后觉嗯，得再憋一憋，憋到它上能市嘛，因为别上市，手里有大把的这个股票期权。是，然后后面2022年上海封城那一年就不行了嘛，就急转直下了。嗯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还尝试着去上市，嗯2023年应该夏天吧。然后其实那时候已经不行了，因为整个业绩后面就大幅度跌落了，所以23年那时候嗯想强行到港股去上也没上成，没有上成的嗯话，然后后面就很多人就逐渐的走了，然后我也是那个时候2023年的10月底走的，然嗯，后反正就是比我们当时早半年的那股票还可以的，价格还是最后一轮融资的时候价格，像我走的时候就是已经当 run 还要再往下 run 了。OK。然后比我后来又晚一年走的都已经斩到脚踝了。但是这个就没办法，就是你走的时候，他如果愿意给你再兑现一点儿呢，就已经算可以了。啊，是。然后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他反正上不了市嘛，然后又不停的当 run，那你就得走啊，你不走的话后面会更惨嗯，的。所以后面23年年底就走了嘛，然后24年、丁香园，25年不就折腾 AI 嘛，主要就是搞一些 AI 的企业培训呀、咨询呀，有一些这个主要是培训咨询嘛，企业的。嗯，结果23年年底出来的时候也想过，就拉一个团队去搞，后来发现整个经济环境啊、投资环境太差，然后是啊，就不能够自己去搞。你要自己搞的话，可能会更惨。就主要就是个人东扎一笔钱，东西扎一笔钱吧，基本上是这那也样的状况。还行啊，你这还二是扎到四年一了钱嘛。年多吧。对，嗯然后2025年呢，这个就开始觉得国内不行，就是不太好做起来啊。那个2025年就今年嘛，还没到2026年。25年的话，就主要是看看海外，看看海外的嗯话，25年夏天吧，然后就办了一个香港高开通嘛，然后拿了一个嗯香港身份，然后就琢磨到底是这个在香港怎么弄，要不在香港找个工作。后来现在也不太想去再找个公司去打工了。然后就琢磨后面可能这个这个跟着别人混一混，然后卖卖香港保险，维持一下身份。然后另外呢，我自己嗯的话就是还是想一方面做做个人自媒体，另一方面呢想做一些那个软件嘛，试试看，看看嗯未来能不能做一点这种小软件产品就够了。所以我觉得我主要现嗯在主要两个打算和目标吧。嗯一个呢，就是维持香港的这样的身份啊，然后卖卖嗯香港保险啊，看看一年可能收入还可以的话，就能够维持香港身份嘛。如果7年都有嗯身份的话，就可以转永居了。这是一个我嗯那个怎么说，一个移民的打算嘛。其实也不算嗯，移民，还是在中国嘛。还是在香港，另外的还是话，在中国嘛。对，然后另外的嗯话呢，就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去公司我自己不太想去了。当然，实际上也不断的有公司来找我嘛，
就想让我过你去这还行。带研发团队啊，做 CTO，我自己不想去了。我是觉得那个无非就是把我过去那些年的事再重复一遍，是吧？我觉得没啥意思，所以我还是想自由一点，自己搞搞自媒体，然后搞搞这个。现在你想 AI 编程这么发达，都可以自己搞点什么小产品、小软件了。反正就是做独立开发者，做 AI 自媒体，然后再做香港自雇人士，然后身份就是这个独立自己单干。挺好。然后就再折腾几年吧，再折腾，我觉得10年到20年吧，就这样的想法吧。这个你还得且折腾呢，你应该比我年轻。没有，我76年的，我记得你好像也是74、75的吧？还是我76的、72的。77的？72也差不多。对啊，你像我是要到63岁才可以退休，你的话铁65。哎嗨，退休这事儿不要去想啊，这个他妈社保早就穿底，对吧？咱们现在在油管可以稍微自由一点。我跟你说，社保穿底，医保穿底，想都不用想。他就算到时候给我们这样的人发1个月给你个1、2千块钱人民币，那你够干啥的呀？应该也不至于，因为我算过，就是以我现在的社保，就是前面交过这些年限，然后我应该是从21年还是不对，可能是22年吧，22年就开始就等于是失业了啊，等于最后一个公司说，哎呀，不，疫情也就这样了，然后你就离开吧，后来就离开当时呢也是说是不是找个地儿去，但是呢，因为我当时一直在做投资，再去找地儿呢就很难。这个也不在就企业里干。这么一直混下来了，说算了，开始做 YouTube 吧，然后就这么一直混下来了。哎呀，我觉得其实现在做 YouTube 是对的，因为我23年的离开丁汉元之前，我23年在丁汉元我也不敢做，他们后来我是真的是知道，我明确我自己要离开了，我就无所谓了，反正你到时候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2023年的差不多，我不太记得了，应该是7月份、6月份，然后我到那个时候，就是我已经准备走了嘛，因为我看公司上市也实在没戏了，我准备走了，我才开始那个做视频号了。但是其实国内他妈的这个生态，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做技术人就不是很友好，它就纯粹一种跟技术没关系，数据导这事儿。向、赚钱导向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也在想说，在国内做还是在国外做，因为我呢做 YouTube 实际上是听 TinyFu 讲的，说 TinyFu 说你赶快去做呀，赶快去做呀。他呢催了我好多次，然后呢就跟我说你看我做这个东西1个月能够挣个几百美金，然后呢当时他跟我讲大概是400美金还是600美金，我忘了一个数。我说也行吧，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因为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呢是要维持自己的学习，就是因为做 YouTube 这种东西呢，就是像我们这些人吧，也算是有故事的人，但是呢，经常会干一个事儿，就是2个礼拜就把几十年的人生讲完了，这个是很悲催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就是你需要不停的去阅读，然后呢，做 YouTube 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要求你每天必须要抽出时间去阅读，必须抽出时间去看东西。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工作嘛，因为当时正好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也没惦记这个事儿，说这个得让自己的价值稍微有点升值嘛。这个说干脆就做 YouTube，然后稍微有点影响力。后来发现，这个做 YouTube 有影响力这件事儿呢，跟价值升值其实是没关系的，因为呢，大量的听众其实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而且像我们做 YouTube 呢，这个用户是在全世界，就是我现在有这个美国的听众，有英国的听众，有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包括什么马来西亚的，什么欧洲的都有。然后呢，你想啥事儿都能碰上。后来我发现，算了，这算一个惊喜吧，对吧？我有时候讲，比如说我今天讲这个，就是当时是几年前，就是这个，通用做的那个自动驾驶，在旧金山还是在哪儿出事儿了嘛？讲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听众说：“哎，你好，我是你的听众啊，我是这个工程师。”我是这个自动驾驶的工程师，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对吧？后来那个马斯克收购这个 Twitter， 然后我讲，哎呀，马斯克收购 Twitter 裁员了，然后一个听众唱出来说，哎，你好，我刚被马斯克裁了，然后我要跟你来聊聊，对吧？后来觉得有很多惊喜这个事情，对，然后就慢慢的也就不再想着说其他价值的事情了。然后呢，我也曾经尝试在YouTube 频道里头录制一些课程，然后呢，包括一些 AI 啊，怎么 DeFi 怎么用啊，怎么用 N8N 啊，然后怎么去 Web Coding 啊，也尝试过几次。后来发现，反正我呢，讲东西还凑合，但是真的特别系统的把这个东西凑起来呢，又觉得很辛苦。
因为毕竟是一个人的公司嘛，或者就一个人玩嘛。对。对，所以我呢现在是就把所有的课程都放在会员频道里了，就是会员频道里头有一些人说，哎，我们愿意看，我就放在里头。后来我现在是有一个会员频道，就是需要1个月交10美金才能看到的。然后那个里边呢有我在一点点你的那个 Discord 频道里面。那个其实很麻烦，就是 YouTube 是最省事儿，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这个YouTube 的会员做一些这种叫做课程，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有一些政治实在不太正确的想骂人的节目就扔在那里头。因为你放在这边吧，虽然在 YouTube 上啊，但是这个太过分了还是不行的，就还是心里要有根弦儿的。是，确实。对这个，现在反正有的时候我也找人聊天，比如说这个找你聊个天，然后有时候找这个土拨鼠聊个航天，对吧？或者是有时候找泰尼富聊一点什么事情啊，这个有的时候开源的事儿我就去找庄标伟，我说来咱们聊个开源了，最近开源出什么事儿了，然后我们就聊一期。对，他的天宫开源是。对，去年我还跟所以我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我呢原来有一段时间还有点想干点事情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哎，这么多人做 YouTube，那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像编辑部似的东西，就是哎有一个话题，比如说这个话题适合咱俩，那咱俩聊一期，那这个过程中的流量就在交换。然后呢，下一个话题呢，比如说你去有个历史相关的，或者是这个军事相关的，然后我们再去折腾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等于大家的流量就都可以慢慢做起来，而且呢，攒起流量来以后的话，甚至就可以去接一些广告啊，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其实 YouTube 真正的大收入是来自于广告，但是呢，就是我们因为自己嘛，就是这点量的话，广告公司也懒得理你。虽然现在呢有一帮人在这个，就比如说什么AI 小工具啊什么的，他们也在找我们这种频道来去投，但是呢，他这工具做的特别烂，然后这个对于我来说，这个名声还是更重要一点，所以也就没给他们去做。对，我是前几天还碰到一个姑娘说，哎呀，你看。这么多 AI 工具，我们就找你这样的博主去投。后来我说你原来干嘛？他说原来也是做投资的。哎，我说你就劝劝他们早死早脱生算了。我说他们做这种烂工具，怎么可能做得起来嘛？对吧？国内投资没啥可做的了。投资这个事儿就是扯了呗。投资因为现在等于是整个的这个链条断了，就是原来你想天使 ABCD， 然后中间可能还有腾讯、字节接个盘。然后再上个市，甭管是在美国上市还是在香港上市，还有这么条路。现在根本就这个链条断了以后就没法玩了，大家都退不出去。是，现在退出去都是割韭菜退的。是，没错，确实这么回事。哎，这个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国内，我记得我是2个月前吧，我在香港见到孟岩，然后跟孟岩聊，他因为孟岩这家伙他移民澳洲了嘛，他现在已经拿到澳洲身份，已经入籍了，所以你看他现在在推特上就，对吧，说话就有点，这个其实还是要小心的，还是要小心的。然后因为他入籍了嘛，所以他就相对的说话自由一些。然后其实他说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他觉得国内呢，真正现在比较怎么说？就是比较珍贵的资源，还是一些有经验，然后特别有心气儿的这帮创业者。他觉得这些人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像其他的，就是纯粹你要想在这个商业环境下去做事儿，那就没什么机会了。这是他的一个这个环境呢，有他能干的活儿，但是好多活儿呢，属于咱没法干。这个当然，国内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拼的是无耻。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些人去做的那些机会，已经没有了嘛。现在能做的事儿都不是我，就是说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去做的嘛。也还好吧，因为我到最后在做投资的时候还投过一个案子，当时给他们做群控。哎，我说这东西行啊，因为我以前做投资经常投一些这种稍微比较邪气的点案子，后来做了2天以后发现不行，那为什么？这个真正做群控的人都是靠放什么色情啊，放这种东西去他妈拉群的。
后来我们的那个创始人说这实在不行，这个违反了我的道德底线，他妈最后不干了。我说那就算了吧，这事儿也没法整。哎，你今天是开了一会儿直播是吧？在跟人聊什么呢？AI 时代的啥呀？就瞎聊嘛。我9点钟我想试一试，就开了个直播，因为原先在视频号上搞过一些直播，我就试试看呗，然后就嘎嘎瞎聊，瞎聊了1个小时。我想着本来可能没啥人的，结果发现哎还行，还是有点人的。对啊，直播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咱们只要聊起来，它慢慢就会有人来。你看现在有69个人，对吧？现在等于是咱俩的频道都在直播。对，我看看啊，然后是我这边有65个，你那边有4个，是吗？我自己那边我都不知道怎么看这个 StreamYard 的，我的不是他在那个YouTube Studio 里面，然后呢上面会有一个这个直播，就是你开始直播了以后，它有一个直播的这个位置，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你那边有几个人，然后对 iPad 上我看一下啊 ，YouTube Studio。哎呀，还没就用。studio.youtube.com， 就是 iPad 上有一个 APP 叫 YouTube Studio。对，你是用电脑吗？就是连到电脑上啊？我是把 Pocket 3连在电脑上。你是卡在那个叫什么？你的那个叫什么屏幕上面卡的那个大疆摄像头吗？就是在我正前方，在我正前方有一个 Pocket 3，所以你看我在晃的时候 ，Pocket 3是可以进行这个人头追踪的，对吧？那你这个 Pocket 3怎么样去把这个视频信号输出到电脑上呢？插根 USB Type-C 的线就完了呀。哦，这样，然后它是，我想想看啊。哦，然后你指定那个视频输入设备的时候，指定到这个设备上就行。对啊，指定这个 Pocket 3就可以了呀。哦，这样啊，好。对啊，这个 Pocket 3还可以做个美颜。是吗？这么强？好，回头我也琢磨琢磨。正在直播。对，你再稍微等一等，然后这个马上就有 Pocket 4了，应该1月份就有 Pocket 4了。哦，哎，这个直播我怎么不知道从哪儿打开啊？看看，不是面向内容的，完了视频详细信息我还得设置一下。对，你要稍微的设一下，就是直播，然后现在正在直播，现在我这边有64个人，然后你看这个所有后面这个有老范好啊，你好，这个哥们儿应该是在美国，现在可能在亚洲，对吧？他这个后面有这个标记的，有这个前标记的，就是我的会员，付费会员。出来了，可以看到了。哦，我知道了，我这视频就是你连到我这边的话，我还需要什么？我还需要这个设定一下什么儿童怎么观看？不，这个记住了啊，就是不给儿童看，不给儿童，对，不给儿童看。对，我们都是成人节目，就是这样的。对，成人节目，然后不限制年龄，不限制年龄。对，我前2天有一哥们儿上去做了一个成人节目，然后呢限制年龄，18岁以上不许看，然后直接就给黄标了，说你到底想给谁看？18岁以下不许看，18岁以上也不许看，你到底想给谁看？那哥们儿也在上海，他是原来喜马拉雅的那个一个产品经理，然后现在也在开始做 YouTube。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对，2位老师好，应该是2位范老师好，我们俩都姓范。对，我看看啊，我是的，然后包括像什么 AI 呀，怎么去Web Coding 啊，其实大家是蛮感兴趣的这种话题。就我自己现在也还在写，就是这个，但是写的不多了吧，因为我最后可能 Ruby on Rails 还可以，然后再往新的话学了一下 Flutter， 然后我去，你还那个搞 Flutter 了，然后你还搞 Ruby on Rails， 还搞了一点点，但是搞的不多。然后是这个最近本来想去学一下 Node.js 和这个像什么 Astro 什么这样的东西，但是实在是有点懒得动了。哎，我跟你说，现在不需要学习，上去就用就完了。是上去用啊，但是 JavaScript 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太灵活了。
不需要写，真的。我现嗯，在也是，就是指定你用什么什么你用什么什么什么生成就完了，你就不用管是，它。不会了，反正对，代码就丢给 AI，然后问 AI 怎么这段代码什么意思，那段代码什么意思，就是是是，可以了。对，前两天还试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来着？叫做Spicy Kid，那个还是挺好玩嗯，的。就叫啥？是也是在这个叫什么的时候，在这个呃，就是 Cloud Code 呀，或者是 Codex 里边儿可以加一个东西叫 Spicy Kit，就是 GitHub 的一个开源工具，它帮你做软件工哦，程，所有的这些东西，那个还是挺好玩的。对，你看这不是还有吗？还有人认识，你看在我这边果真是 Java 爱的范老师，对这个，我回一条，看到了。对吧？这个对，油管它其实有几个特别大的好处啊。第一个呢是，口径稍微松一点就是说呢，我们自己说话注意就完了，不会说嗯，因为你是的，说错个什么话呀，就给你封个号啊，或者有人找你啊，对，这个事儿基本上是不会。第二嗯，个呢，就是油管上的人呢，也骂人啊，这个但是不像国内那么厉害，就是你像 B 站啊，像那个什么，抖音啊什么的，你要真说点什么话，人家真一帮人冲出来骂你。然后呢，油唉，管呢是它自动的把骂人的话都给你屏蔽了，就是它油嗯，管是有 AI 的，然后后边会那个，就是你看评论的时候专门有一项叫被屏蔽的评论，然后你就不用点开了，嗯，就是这样的。所以就会好很多啊。这但是油管呢也有油管的一些这个调性啊，但是因为这边可能就是比如说会有粉红少，然后呢会有知黑，然后会有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嗯，说哎你是谁谁谁，然后你怎么回事你这个你像我是前面被油管的粉丝骂惨了是什么事儿？就是我去买了辆小嗯，米玉七。然后一帮人嗯，说我听了你这么多年节目，你怎么可以买这种车啊？我一下就那个什么了，你什么智商，什么判断力，什么这个东西？嗯，然后上来还有人上来说，哎呀，我希望你全家人都被那个什么，全家人都被烧死什么但是就是这样，因为他躲在屏幕后面嘛，他不需要为说的话负责任，对，那他就对，可以来搞这个事情。嗨，这种无所谓的，这种我觉得在 YouTube 上拉黑就完了。YouTube 呢，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什么呢？会有人上来去做广告，但是这种的我们就通通会拉黑。比如说上来说，哎呀，你看，你讲的节目很好，我很喜欢，但是呢，我有一个什么比特币丢了，然后我的钱包地址是什么什么，就这种东西你要把它拉黑掉。嗯，对，是，还有法轮功的啊，这个通通都被我拉了啊。然后有的时候那个什么，但是有一种广告我就留下来了，对吧？说哎呀，那个你的节目我好喜欢，我们是专门介绍什么模特的，对吧？你大概知道哦，是干嘛的吧？这种就不用拉了啊，万一有人需要呢。哎，你是那个1号到上海去啊？对对对，我一号过来。好，行，你到时候你不是想拉几个人吗？你到时候时间定了跟我发个消息，到时候一块儿去。对，哎，我我现在元旦应该想在上也没有什么特海找一别的安排。个这种像什么开放空间呀，或者什么这种地方有没有？就是上海可以，比如说像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这种 WeWork 这种，就是呃，找人蹭个会议室什么的，然后能找个十几二十个人去那儿，大家一块儿去聊个天儿什么的。我问问看吧，我问我一个朋友，因为他是在上海搞活动，搞得比较多。你大概准备哪一天呢？我直接在手机可能上给他发个消息。4号吧，4号上午。4号上午，我发个消息给他，问问看。对，找一个这种交通还算便利，人也不会多，可能10个人上下的这种水平吧。问问看啊。就是你是希望1月4号，对1月4号上午，对，然后呢，什么要求？其他的？其他的有 WiFi，然后这个有个十来个人，然后可以有，就比如说咖啡馆呢，我们就每个人进去买杯咖啡，但是最好就不要有别的这个场哦，地费什那是，那么就不要有。咖啡馆你还有其他的，对吧？还有其他客人。对对，就是稍微有点封闭的空间。对嗯，封闭。1月4号上午找一个容纳十几人的会议室，对，有这样的地点吗？
对，就这么个意思。嗯，我发给他啊。好。然后呢，我就因为我是在北京办了一场，是在东升科技园办了一场，然后呢在天津办了一场。本来呢是早就惦记来上海啊，后来就看牙，就是一直拖就拖到这个点儿了。好，我已经发给那个朋友消息，看看他到时候怎么回复我。他其实找对，然后场地还是可以的，经常能找到询很多的。问一个这种场地，然后我们就可以凑人去聚一聚。我那嗯次在日本，在去年了吧，2024年应该是看樱花的时候，正好跑到日本去。哎，我说有没有嗯，人愿意来聚一场？结果哗啦哗啦聚了20几个人，哎，我也挺我去，好玩的。可以，对啊，就是对对对，在东京。这个其实挺好。对啊。哦，我想起来了，我去年我看过你一期的那个视频哎，你有一期视频是讲那个什么的，你是在西班牙吧？然后有一个移民到西班牙的一个朋友聊了聊。啊，徐凯。我看了你那期之后，我真的那段时间在疯狂的研究移民西班牙跟葡萄牙。啊，行啊，这个徐凯这2天也去上海，然后那个我们可以见一面。哎，然后呢，我研究完之后发现他妈的还是挺难的。西班牙入籍要10年，葡萄牙现在好像也要5年改10年了。最后发现你要换护照的话，怎么也得7年，最少也得啊，你七年。你要惦记换护照，其实最快的是日本。日本现在不是也不行了吗？妈，中日关系搞成这样，日本人他妈的其实没事儿，日本其实是最方便的。日本原来就是经营管理签嘛，原来是500万现在经营管日元，理签实际上门槛也提高了呀。它现在就变成现在是3000万还是5000万，我忘了。其实对于这个来说，咱们都问题不大。500万哎，日元就反正25万人民币嘛。嗯，哎，但是它关键是你后面你要真实的经营啊，续签就麻烦呀。哎，挺容易的，真的，就是咱们只要老老实实的，对吧？你像我现在这个状态，比如说我就把我的 YouTube 的这个收入直接并到公司里头去，实际上我就完全可以在里面混下去。啊，对吧？对，就相当于这种海外的数字游民的这个身份了，是吧？对啊。这西班牙那个可以个还麻烦，西班牙那个是不允许你有这个本地收入的。就啊。是你说我把这个，比如说油管收入直接并进去，它是不允许的。你一旦有本地收哎，入以后，你这个签证就废了。哎呀，我是觉它得就是纯这个日本还是不错西的啊，班牙是吧？日本还是很纯那个好的啊，养老钱。所以你其实早2年做油管是对的，再好好的努力经营经营，有一个海外的稳定的收入，它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不稳定，的一个这个收入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这个收入是不停的 PUA 你，就是你只要不更新，你的收入就嗯，狂掉，必须那很更新。所以我现正常啊。在整个被这个事儿给卡在这儿了。哎，就是做这个的人，就是你要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进步，不停的交流，对这怎么说呢？他其实也是逼着你，就是你逼着对你去学习嘛。对，这个像我现在，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还跟那个谁折腾了一段，就是那个托马斯姚还折腾了一段时间。啊，那哥们儿我觉得很不靠谱啊，虽然我跟他挺熟。他呢就反正是说我想弄，我说弄吧。然后他说我们当时想去做数字游民村，到这个还跑去清迈，跑去巴厘岛，上什么嗯，也新山，跑一堆地方去看了看。看完了以后，我说那行，开始干吧，募钱吧，募资金，募基金。然后他说我说那他就动不了了，募不出来钱了。后来我说我说你能够募到这个基石的投资人，我说我能给你补一些剩下的。但是你要让我去募基石投资人呢，这事儿就没法整了，对吧？他后来嗯，就晃吧晃吧说，哎呀，算了，不想弄了。我说不想弄就这样吧。哎，托我马斯是在姚嘛，清迈真的去人家那个数字游民村待过，挺舒服的。哎，是。我的想法就是混个香港身份，然后拿着香港身份去这个到时候到泰国或者马来去住。啊，这个其实无所谓，那你还不如去办马来的那个第二家园呢。其实我是觉得呀，你拿个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呢，你关键还是红本护照啊，这玩意儿怎么弄啊？你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哎，呀。其实这个就是换护照这个事儿，你要换，那还不如去换日本呢。你换成香港的，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哎，是就是，哎，就反正觉得如果能拿到香港的，就有点进可攻退可守呗。啊。
香港维持成本挺高的，因为我是认识一些人在那儿维持这个香港身份，第一年还可以，到第二年、第三年都很辛苦。香港身份好像第二年放弃的比例非常高。反正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差不多一半放弃吧，剩下一半嗯，没有放弃的续签率很高，到90%多，所以就是第二年看起来就是你坚持下来，就真的想后边就坚持下去了呗。对，就是一门心思想搞的，最后可能还是能搞得定。嗯，我操，是，还是看决心。评论区说了，高市新政，日本基金管理签也要10年了，入籍规划也要10十年。10年就10年呗。但是呢，它是这样，就是你只要拿着经营管理签，你基本上是可以享受它的所有福利的，就是包括它的各种的这个政策都有。哎呀，反正都难。我跟你说，现在他妈移民想要换本儿就没有不难。这个移民这个事儿呢，关键是看什么呀？就是你家里头太太支持不支持。我们家是太太不支持，那就走不了。就是我以前哦，跟那个好多人聊过这事儿，只要太太愿意，说走就走；只要太太不愿意，哪儿都去不了。哎，我是觉得像我小孩儿也是，在国内我看他学习6年级也挺吃力的，然后每天作业也是做到很晚，动不动做到10点半、11点，哎呀，挺惨。而且我觉得未来的 AI 时代，你小孩你现在这种那么小啊？刷题没用啊。你小孩那么小啊？对，我小孩小，我要小孩很晚。嗯，我们那个已经上大学了，今哦，年上大大二了都。学你就不用管了，那你就不用管了。这个也很烦。现在我跟你上了大学以后，你会发现现在的小孩跟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区别，你知道是啥吗？没有欲啊，望，没有任他为什么要有何欲望。欲望呢？他为什么要有欲望？你没有欲望，天天在家他妈怎么弄啊？打打游戏不你要挺好吗？有欲望才能往前走啊！哎呀，你们小孩儿在国内读书吗？还是在海外读书啊？在国内啊，那个北京开大学。哎呀，在国内读书就不要有什么欲望，躺平就是对的。你有欲望，你折腾，你说能折腾对啊，出啥来？我正经觉得国是。内现在能折腾的就是搞个人 IP，真正经的是站在风口浪尖儿的，其他的都不行。哎，个人 IP 这个事情呢，其实大部分人是搞不成的，绝大部分人都搞不起来。这个我还在清迈开过一次培训班儿，开了一个礼嗯拜的课，我说给大家讲讲怎么做个人 IP，怎么去开节嗯，目，怎么去弄。是租的人家那个数字游民村，然后整个租下来，然后整了10来个人在里头开了一个礼拜，然后说你什么时候再开第二期？哎，我说实在太累了，这个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没有谁能够坚持下来更新的，因为呢，你做这个东西就得不停的更新，是。但我想这个太辛苦了。东西怎么说呢？就是看你要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就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商业目标去看。如果你把它当成商业目标去看的话，你就压力就会很大。我觉得最好的呢，就是把它当成一种自我学习跟提高的方式。就是你每天你学些东西，你分享出来，然后呢，这个分享过来呢，分享出去以后呢，又有一些人看到你分享之后，哎，他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他又来跟你进行交流，就是把做个人 IP 当成这个个人成长，然后社交嗯，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所以就不要对这个事儿得失心太重，不要把它太当回事儿，这样才能我告诉你，长期坚持做起来以后，你的得失心就会重起来的，因为这个 YouTube Studio 的这个后台就会不停的 PUA 你，真的。哎，我觉得就是说你是不知道国内这帮平台，抖音也好啊，视频号也好啊，那玩意儿那更 这个 PUA。这个这个怎么说呀？就是这种流量的内卷到了何等的程度，我反而嗯，觉得我想更纯粹一点吧，就是个人自媒体做一做，没有指望他赚多少钱嘛，就是哎，反正有点儿你肯定零花做起钱就可以了。来以后，还是要先去奔这个 YPP 嘛。你没有 什么？YPP 的话，就跟打麻将不带钱似的。YPP 就是 哦，YouTube Partner Project 嘛，就是 YouTube 伙伴计划嘛，就是有了 YouTube 啊，那的 我现在还 YPP 以后，差得远呢，它就可以我看有回报。好像要什么1000个粉，然后还要有1000个小时4000个小的时1000个小时观看时长，我可能才刚刚4000小时，起步，嗯，我这个才刚这很快的。刚开始。你像我是从做 YouTube 到拿到 YPP 是1个月，啊，这么厉害？我这算慢的。真正的好吧，大美女的她快呢，上来一条视频就过了。哎，那不能比啊，这个，对啊，哎，这他妈的，
是你想，你也是这个大美女，在这么多肯定圈子里头很有用。混，然后这个咱们也都是在社区里混出来，讲故事这事儿，咱就擅长这个，不擅长别的，对吧？四处听故事，四处讲故事呗。是，哎，慢慢来吧。我反正比较佛系，我觉得我没指望一下子就很大流量，就做吧。这个很大是很难的，这个真正很大流量的，一定要讲那种特别极端的话才能很大。你像我这种呢，经常是啊，理中客了啊，这个49%跟51%到底差在哪儿？就是像我们这种频道是，像我至少我这种频道吧，不会有流量。这种流量呢，就基本上够这个看着有钱，哎，觉得还挺好玩的，也就这样了，也没多少钱。做吧，我觉得也没所谓，就是不要太有得失心，然后持续的做下去。然后这个多在 Twitter 上跟人聊天，我看你在 Twitter 上比我还活跃。我在 Twitter 上就是属于是想起来呢就发2条，想不起来呢就好长时间不动。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对的。还 Twitter 是要把它是一个当成一件正事去干，对吧？有流量的 Twitter 是真有流量。对，就是我的早期用户、早期关注全是从 Twitter 来的。哦，对啊。哎，你现在 Twitter 能变现了吗？Twitter 没有啊，没有变现。我这 Twitter 它好像要3个月500条的曝光量嘛，我还没达到这标准呢。我好像3个月才100万，还不200万。但是它需要那个什么呀？它需要2000个注册用户关注你。我看看啊，我 Twitter 上的话，好像是500个用户关注吧，500个那个认证用户关注，还不到2000个。对，我现在是有1000。我看一看啊，它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创作者工作室，反正2个都不满足。收入分享不符合资格，订阅也不符合资格。收入的话是500premium followers，500个这个叫什么认证用户达到，还要有3个月之内500万的 impression，500万曝光量没有达到。订阅500万曝光量这个事儿呢，就是找人吵架就行了，这个吵2架就够了。要2000个 verified followers， 我现在 verified 2000个有多少个？我看看，我也不太清楚，反正500个应该。它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在那个premium 里头有一个分析，就是你点一下那个 premium 旁边有一个菜单叫分析。哎呀，反正我现在还没达到，这个慢慢来吧。那怎么办呢？我现在是1064个 verified 的这个什么这个那你达到了1000个，不就到了吗？不，他还差1000个呀，这很难的。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可费劲了。哎，那没办法呗，那就多发一发呗，还能怎么办？我现在反正就把多发多聊天，每天没事在那瞎聊呗。瞎聊不行，还是得找这个特别活跃的人去聊天。你比如说像什么丁一呀，还有像那个 Orange 呀，什么像跟这种人，还有像什么安体是特别喜欢跟人聊天的。对。行，回头看看他们发的内容，跟着他去蹭一蹭流量去。对，多聊，多那个什么，然后多骂人。这 Twitter 上就得多骂人，然后有时候在 YouTube 上被人骂了呢，你就把这个什么骂人的帖子截下来，然后直接发 Twitter 里说这儿一傻叉骂我，然后一帮人就帮你声讨他。还有这事儿，可开心了，知道。对。哎，像咱们在这个圈子里头混这么长时间，已经是岁数这么大了，也不怕人骂了，对吧？像有时候我那次逮这谁做节目来着？那个谁 ，Richard 的林吕强，对他当时还在01万物呢。我说来，咱们聊一条，我给你们做推广，我也不要你钱，对吧？这个冲上去了，他不是李开复的公司嘛，然后给做了一条，做完了以后呢，这个一帮人就在向他骂，说你们这个01万物就是拿这个。拉玛去套壳了，然后什么也不是，然后他就害怕了。他说：“这不行啊，有人骂我。”我说：“可以了，你看90%几的人都点赞了。”他说：“那也不行，有人骂我。”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看我还在这上班呢，万一这个让李开复发现有人骂我，这事儿没法干了。”我说：“那好吧，这个我们再替你再解释解释。”我说：“这个已经算不错了。”对吧？上班呢他就有这种害怕，但是不上班的就无所谓。公司也不是他的嘛，是，对，这个没办法。这个挺讨厌的，这个就跟那个《道德经》里头讲这个宠辱若惊一样。是。我看好像有说张江科学会堂楼顶是可以的。张江科学会堂楼顶
啊？那我就不认识他们了呗。啊，回头我问问看。问问看，能找着地儿呢，咱们就在那儿去凑一场去，然后到时候可以聊一聊这个web coding 的事情啊，聊一聊这个 AI 对社会的改变呀，什么这块儿。其实我现在也是每天在思考这些问题。哎，我觉得呀，这个我现在看明白，嗯，就是他妈的去做，别管做的成不成，反正只要做，多多少少都有点儿。操，今首天挺先是自己开心，像咱们这些人呢，这个甭管是程序写成什么样吧，对于我来说，现在写程序算是我的业余爱好，对吧？对已经算业余程序员了。但是呢，对你解决问题的过程呢，其实也还是一个叫商检的过程，就是你的问题解决了，嗯，然后呢就达到心流了，你就开心了，就跟玩游戏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就相当于我打游戏过了一 boss 似的，对吧？所以对于我来说，现在这个有 AI 的帮助，可能打 boss 还后边还有人帮忙，对吧？这个就对更开心一点点。对，今天股市他妈跌的有点儿，嗨，最近反正也是波动。你还在 A 股上折腾呢，我早 A 股全没撤了。有没有没有，我是那个美股啊，这不是已经开盘了吗？10点半开盘了，我看了一下。哎，又开盘了，我以为他在这段时间都歇了呢。今天礼拜一嘛，礼拜一开盘的呀。啊，礼拜一又开盘好，了，无所谓，搁哎，着搁着呗。那就上上下下的跌一跌，涨一涨，涨一涨，跌一跌。不看了，对呀，好，我今天那个有一笔特斯拉的卖出交易，刚才操作完了，啊，本来10点半开盘操作，结果那个跟你聊聊忘了，刚才打开手机操作了一笔。结果发现跌了，我就不费这劲，我是现在直接找那种美股科技股的基金，然后呢扔里头就不管了。这种东啊，对，西就这样也挺好，是你说你这样也挺好。管它干嘛？谁有那空盯着它呀？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我主要是因为自己研究这个东西嘛，然后几个头部的股票，做做交易计划，搞一搞呗。这啊，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你做这个事儿嘛，你就想有那种学习的欲望，学习了你就自己实操嘛。这想去试试反正挺好。啊。啊，你要惦记玩这个的话，你可以加我的 Discord 群啊，我那边有一个小的，但是那边呢是付费的用户，里头是有一帮人在炒股，而且他们还炒的还挺成功的。哎，我这个炒股就这样，就不能看太多信息，看了太多信息嗯，就不行了，然后脑子里想法太多，然后就完蛋了。这个就只能大概齐的看2、3个靠谱信息源，你如果自己有的方案操作呢，就执还是行就完了。得买涨买跌，买各种的这种什么买期权，买什么这种东西才有玩头，否则的话，其实还不如买基金呢，扔那儿完了。我是就是懒得我自己操作搞了1年，我发现还没有跑赢标普500啊。啊。我但我觉得是这个经验你还是要学的，就大概齐的，你知道，就在这过程当中，你形成一个自己的投资风格嘛。啊，这个我是不太信这种东西的，因为他妈的原来做投资他妈看的黑暗面看太多了。对对对对对，你原来是做一级市场投资的。对，不，因为我们一级市场投资完了以后呢，也跟一些二级市场的公司做什么市值管理啊，做一些这种，就是我接触的基本上都是阴暗面儿，所以呢，哎呀，这个就是所有能够在外面能看到的数据，我是从来不嗯，信。哎呀，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做做美股高科技股头部的，其对他的也对算了，这都不能碰的。对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所以就说来找到那个银行经理说，来哪个基金是把这个美股高科技股都买遍了的，给我推荐几个，行，来一个吧，嗯，就把对，钱往里一这样也挺好，扔就不管了。这样对呀，哎呀，那我觉得你现在很这个舒服啊！你既然如果不考虑就是再折腾移民的话，那反正你其实做做这种YouTuber 就已经挺好的了呀。反正小孩儿也长大了，也不用特小孩别管。儿，哎，后边还得什么呀？本科上完怎么上研究生啊？然后呢工作我估计现在也够呛，这个只能接着往下上呗。咱们叫延迟毕业，只能上就一直上下去呗。上到什么时候或者也可以实在上不本科毕下去了就业以后去弄呗。国外去读读书呗，去海外。这个得他自己愿意才行。他自己如啊，果不愿意呢，你也不能逼着他去。我们那倒是。不能替孩子做决定嘛。嗯，我们这个就属于喜欢在家，哎，这个我要回家，这个因为在北京上学嘛，这个明天后天又溜回来了，说这个我要回家，我说你能不能不回来？不，我要回家，这都是这样的。嗨，我正经跟你说，我们下一代他能躺平就尽量躺平，这个时代不一样啊。你像我们年轻时候，
他那个时代对吧？2000年的互联网，是啊，然后你会给了你十几年的时间去折腾。你现在年轻人他没有折腾的空间了，你干嘛要折腾啊？这躺平是对的呀。不，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就是啊？能够觉得躺平推动社会不对呀？进步，或者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生活过得有意思的这件事情，还是要靠欲望来驱动的。你这个东如果什么欲西没办法，望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怎么弄呢？嗯，就这个人啊，他最后一定是自己要领悟，他自己不领悟的话，那你其实外在的跟他说再多也没用。是，这是肯定的。这个，我看现在前两天还看了一个，就是一帮上海的父母，对吧？小孩都是上大学或者大学刚毕业，然后这帮人在这交流，说现在这小孩怎么什么欲望都没有，对吧？让他干点什么事儿都觉得麻烦，对吧？嗯这个包括交男女朋友都没兴趣，这事儿咋办？对吧？这完全就是低欲望社会了。我那天还看一个数据说2024年、2025年，全中国避孕套的消耗量在逐年下降，而且降的都是10%几、20%几的往下降。那大家已经嗯彻底没兴趣来干这件事情了。那你嗯，说他妈的还什么结婚生孩子，什么人口扯嗯淡，大家连这个使避孕套的这个想法都没有了。对的，这个不，你现在不低欲望，你怎么办呢？这个越努力是越不行啊。这个我觉得现在肯定还是未来是艺人公司或者艺人这个项目的这个时代嘛。但是你即使是对，艺人公司，你还是要有改变世界的想法。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你说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对吧？你还是要去改变一些什么。你如果说我什么也不想改变，那就不是艺人公司，那就是躺平了。躺平也挺好，我觉得躺平没有问题。那你我是因能躺得为自己想平不行啊？折腾折腾。你给你们家孩子留下足够的钱躺平了没有啊？哎呀，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啊，你就没办法去定义它什么叫够，什么叫不够，嗯。对吧？对啊，过2天通货膨胀，现在是每天在愁这个价格下跌，但是我告诉你，中国的很多政策呢，都是在你愁价格下跌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快速的通货膨胀，就是这个东西就已经在路上了，而且等到它快速嗯，通货膨胀的时候，就是我们手里现在存的钱就马上就什么也不剩了，当然，当然，当然是，是吧？对，计划生育了半天，说哎呀，我们人口太多，计划生育粮食不够吃了，然后一下发现人口断崖式下跌了，咋办呢？这个玩意儿就跟咱们以前，比如说刚学自行车的时候画龙的那个过程是一样的，向左向是，左，哎呀不行了，赶快向右向右向右，不行了，再向左，对吧？它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因为它没有纠偏机制。当然，当然。所以我是觉得，尽可能的不要持有太多人民币资产，这是我的一个的观点。哎，是啊，但是这两天我老婆还在跟我讲呢，你看美元跌了，人民币已经破7了，怎么办？我说就搁这样搁着，这个一边放一部分，对吧？这个都放美元肯定不行，对吧？都放人民币肯定也嗯不行，然后就一里边嗯，放点吧，对，对吧？那你怎么办呢？是。哎，这个现在也是这个什么，哎，有的时候我们还找一些老师聊聊天像那个天津有一个叫王书义，王书立不知他是道，不天认识。津师范大学的老师，也是啊天天聊 AI 呀什么的，讲这些事儿。啊啊，对，上海的话，我印象里是上海师范大学也是有一个老师，我忘了叫什么，反正是那个庄标伟跟他比较熟。然后呢，嗯有时候他是讲搞开源的，然后上海交大的那个金老师也是在这块儿比较热闹。然后我有一嗯，次上上海找他，哎，我说金老师，咱们那个什么，哎，他说我认识你，我说你的关注，这可玩儿了。对，大家现在反正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看着，然后可能这个像我一年，因为我是日更嘛，我一年大概有嗯，个400-500期节目，然后他们说，哎，我看了2-3期，也算是观众了。哇，你现在日更啊？那你日更怎么保持啊？我一直是日更，然后我在原来的时候做日双更。我去，这么勤奋，那是有压力的。对啊，这个日更的话，你像我，比如说我明天要出去找人吃饭，那我就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明天的节目录出来，
我是每天早上起来8点半会放一条出来，然后呢，哦时不常的就找人直播，直播就不算，对吧？所以为什么一年会有400-500期节目就是这样的。哦，那是厉害的。好吧，那你这难怪这个在油管直播做的这么好，还是要勤奋，看来还是要非常的勤奋才行。YouTube 这种东西呢，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保持日双更啊，就周双更，就是每周至少要更嗯2条的话，它的嗯，推荐算法基本上不认识你。哦，除非你是像这个什么李子柒那种他妈的大神啊，那个无所谓，对吧？你啊如果是像咱们这种闲聊天的啊，这个嗯人也是人到中年啊，还稍微有些嗯，油腻，这个就只能是稍微多更点了。哦，我操，这个你这个你看评论区有人说第一期应该说锐评冯大辉狗头保命，哎，冯大我都是辉有一次还跟我还吵了一架，在 Twitter 上，就我当时是骂了那个谁来着，也不叫骂吧，就是反正对这个说的罗永浩，然后冯大啊辉就是说啊，你这个人家是创业者，你怎么可以说创业者？创业者多么不容易？因为我呢是正好碰上那个谁啊，那个就是罗永浩有一个投资人叫什么刚来着，就是也是等于是拿了他的钱，最后没还嘛。对对对，在那哥们儿也在上海，然后呢，他就啊，那个什么，有一次我是跟他一块做了一期节目，然后把罗永浩嗯骂了一顿，然后呢，冯大辉就说啊，人家是创业者，然后你不可以这么说人家。后来我说，我们对于这些创业者来说呢，也不是说做过投资就不看不起他们，对吧？只嗯，是呢，这个我们并没有觉得创业这件事儿就有多么神圣，然后呢，当然，他有做得好的地方呢，我们肯定；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呢，你也不能不让人说，对吧？罗永嗯浩他有做得好的地方，对吧？也有做的那个让人觉得不爽的地方，但嗯。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到哪件事儿你就不让人说了啊，然后咵骂了我半天，这哥们儿也挺神的，因为我跟冯大辉基本上没打过交道，不知道他他妈干嘛的。哎呀，我跟你说2016年之后，我跟他就没有任何交往，我都不了解他在干什么。这都多少年过去了，是，哎呦我的，都快10年了，真的。这是嗯最近10年他在干啥，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后面都不关注他了。而且我觉得他好嗯像后面在互联网上还有什么声音吗？最近几年都没听到什么声音了吧？嗯，所以江山代有哎，才人出啊，现在都是搞 对 AI 的啊，比较年轻的这波人。但搞 AI 的人呢，现在好像也不怎么在圈子里头聊天，然后像那个谁还聊的时候多一点，那个圆滚滚。嗯，圆滚滚那个姑娘，因为她原来做那个什么谷歌的一堆活动嘛，然后就认识她。啊啊，对，是她在 ZSDN 还混了一段时间，现在也出来了。啊。她是去年出来的吧？哎呀，正常。现在公司这种形态，在现在这个时代，想要跟上时代很难了。我觉得就是得自己单干，然后呢，很能折腾才行。这个就现在的这个时代的这个特点。我觉得在未来呢，还是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形态，就是第一个呢，嗯我们要先经历叫 K 型转变。什么嗯，叫 对 K 对对对对型转变？就是只剩下最大的和最小的，中间对的都对对对干掉。对对对对对然后公司呢也是，比如说像谷歌呀，对，像这个特斯拉呀什么这些呢，它嗯会留下来。但是呢，对他们会成为像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这样的这种叫做基础设施，你也没法跟对他竞争，他也不跟你竞争，对他干他的活儿，是，你干你的活儿就完了。对然后像我们这些人，比如在 YouTube 上活下来，像我等于是靠谷歌活着的嘛，谷歌每年对每个月给我发钱，对吧？对然后这个剩下像我们这些人呢，就是彻底零散化。但是零散化了以后呢，要再一次的去组织起来。你比如像我吧，我现在呢，比如需要有人帮我剪片子，搞不定嗯啊，找不到人合哦作。我需要有嗯人帮我去组织一些线下活动，哎，找不到人合作，嗯那我就等于嗯，这个事情就搁这儿了。但是你合作还是需要的。像原对来呢，我们又对对对对这个又不愿意说真的像一个大公司似的，什么财务啊、人事啊、什么对行政啊，对对对，整一大堆，对吧？但是是，呢，你还是需要有一些人来进行这种零散的这种对个体之间的这种撮合。然后呢，像对，谷歌这种平台呢，它其实是很僵化的，就是他说嗯我给你提供基本的功能，剩下我就不管了，嗯，对吧？大是，家自助服务就完了。所以我觉得嗯未来在这一块上呢，就是当有一大堆的这种个人公司或者个人的项目起来以后，然后再给这些人进行这种撮合，或者是相对来说一些这种中间平台的这种工作，还是有机会的。当然当然当然。
就是它未来就是一种合作关系了，你不需要说招一个员工来做，你就是对对找一些对对对人合作，对吧？你每个月合作，你可能最后你分他多少钱，就是这种合作关系。对啊，对，其实每个人都本来 计划着 Web 三用共谈是有机会的。生活嘛，是吧？Web 三就干这个事儿嘛，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这个工作都变成这个，包括所有的内容都给它打上价值嘛，然后最后可以分钱嘛。但是 对对 Web 对，三呢本身的系统有点太复杂，就是对于绝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它的复杂度太高了。其实公司治理结构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就已经够复杂了，Web 三其实比公司治理结构还复杂，对吧？但是，是呢，有了 AI 以后呢，也许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当然，就是复杂的部分扔给 AI 了，说来你告诉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弄，然后搭起一套平台来，大家按照一个规则，能够合作，然后能够相互之间，有一些利益的这种输送，完事儿了。那嗯么这样的话，大嗯家都可以涨起来。嗯，你现在还是每天日更啊？对啊，我去，那我应该仔细看一看。我看你的那个内容看过很多，但不是每一期很认真的看，就是挑一些特别感兴趣的会去看。追不那我过来的，因为回头我也经常闲聊啊。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嗯哎，有的时候像那个什么，这个叫做闲聊的时候呢，聊着聊着自己还聊嗨了。上次嗯去说这个谁，就是不是有一哥们儿说他妈360那个作弊嘛？啊，不是作弊，就是他们那啊，个财务造假嘛。对对对然后讲到最后，哎呀，我说真他妈怀念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甭管多乱，但是真的是大家都在他妈好好折腾事儿呢。但是现在他妈大家都躺平了，然后只能说老子当年怎么回事儿，这个就觉得很无聊。对对，我觉得说的是对的。虽然可以倚老卖老，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能光怀旧，还是要不能光往回头看，还是要往前看的。大家整点事儿啊，是，哎，可整的事儿还是非常挺多的。这个看看怎么弄出点儿这个小的这种小平台或者小什么东西。然后现在这些 AI 工具呢，这个反正从我看来，就是所有惦记做通用型 AI 工具的，甭管是多大厂多小厂，除了谷歌呀什么这几个最大的之外，其他基本上全是死，就是不可能有任当然当然何的结果。是，对吧？因为我在北京还去参加他们那个Web Coding，他们专门做那个有一个叫疯狂星期四，就是每嗯个星期四呢，他们会把一帮做 Web Coding 的人聚在一咖啡馆里，大家聊天然后反正每嗯人点杯咖啡就完事儿了。就是有很多这种就是创业咖啡馆，本身也没什么人嘛，然后我们就去嗯说这天我们就在这儿了啊，这个一人点杯咖啡啊，也算你有收入。然后呢，大家坐在那儿聊聊天然后一帮人说，哎，你看我做了个 AI PPT，我说滚，然后这个下一个人说，没有意义，你看没有我做了一任何意义。个什么 AI 的什么这个写程序的，我说这个你也嗯，滚。后来我说对，那人家说你到底做什么？我说你解决一个非常细节、非常具体的对，问题，你是卖不掉没关系，但是你把这问题解决掉，然后就可以了。是，啊，嗯。但是一帮人都是坐在这儿说啊，我要去做个抖音，我要去做个淘宝。说你看我闪电般，我可以超出一个 YouTube 来。我说这个滚，这种都是啊，我觉得这种其实没有创意，就你只是知道没有创意。模仿嘛，重要的是对，你要去发掘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点，这些很有趣的一些很有不一定意思的点。是别人没做过，但是呢，就是解决一个非常细节、非常具哎，对，非体的问题。常具体的，是。对，但是呢，哎呀，你解决这种我自己问题呢，他又挣不到钱，或者融不到钱，这种人肯定融不到钱，只能嗯，是在第一时间就盈利。但是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又很痛苦。哎，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的。第一个不要想着去融资，第二呢，to C 的产品一定要想着做海外的市场，就不要盯着对盯着国内市场去搞了，这毫无对搞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你失败9个产品最后成功一个产品的打算，然后这运营是，不会呢，反正在 AI 的帮助下，你全都要自己干，哎，死磕个半年到1年，最后有可能是磕出来的。对，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对，因为现在国内好多人做的这种东西，就是你比如说吧，我跟人讲说咱们做 YouTube 吧，然后说你看在小红书上有好多人做 YouTube，教人做 YouTube，教的是不出镜，就是人不出来。然后啊，呢，这个怎么去用 AI，比如说 N8N 啊，或者用什么东西写个工作流，就天天扒人嗯，东西。然后呢，比如说用这个 Notebook LM，然后生成一个音频，就直接出了啊，这个行不行？我说这种所有不劳而获的东西都不行。当然当然，
对吧？最核心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就是你的思想、你的认对，知，然后你对这你个世界想表达的观点，的内容。对，对，就是这个价值。AI 是帮助我嗯，们把这些核心的东西，最终把它包装成一个成熟的产品嘛。但如果是，你自己都没观点、没认知、没思想，那那就没有价值，AI 都可以批对啊，量生产。对。但是呢，今年整个的流量是在下降的，就是今年我整个的收入实际上是比去年少。哦，这个因为确实是有大量的 AI，甭管是 AI 内容被做出来了，还是说有很多人去看 AI 不看 YouTube 了，但是流哦，量确实在下降。而且国哦，内其实越管越严嘛，所以国内像 B 站的很多人现在也都在，包括视频号，嗯，很多人在翻 YouTube，然后对。他们翻出来以后，那制作精良，那个卷咱肯定比不了，是，我对吧？这个精简。趋势我2025年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一点了。因为我之前虽然不做这个海外的内容啊，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 YouTube 的观众，然后呢嗯，推特我也经常去看，非常明显的感觉到2025年这一年的时间，就是中文的 YouTube 的内容和推特上的中文的这些活跃度在迅速的提高。然后国是啊，内很多这些比较活跃的人也跑过来了，这个趋对啊。势太明显了。嗯，这个 YouTube 因为真给钱啊，真的是真金白银的给。而且国你比内确实如说像他也没我现钱赚。在视频的话，就是你为什么说我说有钱这事儿很重要的。嗯，你像我的视频是每1000次播放给$7，哦，那他们头部的很厉害啊，我看他们头部有的是一个视频就得100多万的播放啊。对啊，那就是钱啊，那就是钱100多万那你等于就是签字$7000啊。你签字都$7啊，那他一对啊，一百百万是万不就是多少啊？一百万就是一千$7000嘛。$7000，一个视频就对啊，$7000，他一个对啊，月发4个视频，4×7=28，就2.8万，就$30,000，对吧？对啊。然后他这个税怎么交呢？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他就预扣10%的税，对吗？哦，不，这个税是这样，你现在还没到交税的时候。交税是这样的啊，就是，第一个你首先要达到 YPP，达到 YPP 的时候，他要求你填税表，就是那个美国是，我忘了它叫什么表，反正有一个编号，就是你要去填那个税表。填的时候你说我是中国公民，然后呢，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是有税务协定的，这个嗯，是扣10%，你如果没有这个表的话是扣33%，那很对，恐怖的。然后呢，嗯，扣10%，扣完10%呢，但实际上它只扣美国的部分。就是其他的部分不哦，扣。你像我的播放量大概，它大概有一半吧，它大概我的所有收入它扣5%，然后扣嗯，完了以后呢，它会给你发一个这个，就是每年的年初的时候1月份呢会给你写一个邮件，里头有个 PDF 文件，就是说我在美国一共给你扣了多少税啊，然后嗯，呢，请你把这个文件交给中国的税务局，这样呢嗯，他就不会再重复扣税了。然后我在中哦，国报税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东西打出来，我给他，我说你看，这部分呢我在美国已经扣过了，然后呢他们这个你不需要重复扣了，然后他们就再重新去处理。就我是啊，1月份会剩下你去跑到相当于中国税务局报税。我知道，就中美加在一起，你要交20%的税嘛，对吧？是这意思吧？呃，不一样，这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他们中国不美是国扣掉的税比中国的个税高。哦，那你在油管上已经扣过美国的税，你在国内你还主动申报啊？那得申报啊，你交不交你都得申报啊。那你申报，那你肯定要交了呀。不交啊，就申报了以后，人家发现，哎，你不需要交税，然后你甚至我的抵扣还用不完，还可以留到明年后年接着用。怎么叫抵扣啊？他比如说，我在中国，比如说个人所得税应该扣多少，我告诉他我收入多少，然后有什么抵扣项，我有小孩儿，我有老人，然后我哦，有什么这样的哦，情况，这些，然后呢，哦，明白，那个再加上那个其他的这种，就是然后我算了啊，比如说我应该交多少税，然后呢，嗯，我再拿油管已经扣过税的这个文件给他看，然后发嗯，现呢，这个油管扣的税比我在中国要交的税多，然后嗯，他就把我中国要交的税全给我扣干净了，然后还可以剩一部分到明年接着扣。哦，好，那可以的，对，那是可以的。哎呀，这都不容易啊！看来你做这个油管也不容易啊，这么长时间，对，这好几年的日更，都多少期了？我看。
我现在2830个视频，我去。对啊，是慢慢更呗，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你我现在现在就基本上是每天是这弄完以后，然个我后自己剪一做视频，剪视频吗？啊？我太太帮我剪一点。哦，现在我看像有一些什么 AI 剪视频还可以，基本上字幕都给你配好，然后中间有一些断点都给你切掉，字幕你稍微再矫正一下就行了，稍微加点效果。当然，如果是想插一些素材啊，那是要专门去剪。如果只是粗剪的话，AI 剪视其实频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你就比如剪映吧，剪映它就有 AI 剪口播的功能，但嗯，是呢，就是剪得很乱，就还是要人处理一遍，人不处理啊，的话就会非常乱。然后有人剪呢，你就可以，比如说，哎，说错了，我再说一遍，又说错了，我再说一遍，这事哦，儿都可以对对对，混过去。是，对，这个地方还是要人去剪，这个确实没办法。对啊，然后那你要字幕呢，是那我这个那你你经常给你你基本上我看胡来。你就经常拿个 iPad 准备一点儿素材，然后呱呱呱，然后就每天就临场发挥喽。没有，我的工作基本上这样，每天上午呢阅读，找选哦，题。对于我来说，哦，找选题是最难的。选中哦，题目以后呢，剩下的事儿 AI 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对吧？搜集哦，资料，然后出提纲，对对对，然后呢，我再拿他的提纲是不能用的，一定是要加上自己的观点，然后自己的故对，事，然后自己写提对，纲。然后呢，我对，拿的东西呢，就是其实不是 iPad，是那个电子书，就是那个叫什么，这个这个Books 的那个叫什么 Note，它是这种东西，就是它这边是电子纸哦，的。对，哦，然后这个里边就是一个 Markdown 文件，然后就开始讲，讲完了以嗯，后呢，这个就基本上到下午了，然后我太太再剪吧剪吧，然后我就把它上传上去就完事儿了。哦，然后字幕是必须要校对的，不校对的话，他妈错的一塌糊涂。哦，对，字幕这个对比较麻烦，就校对。那那对啊，那那字幕如果校对，你是不是？那如果你是就是说做逐字稿的话，那校对还简单一点；如果没有逐字稿的话，那校对可麻烦了。其实也还好，差不太多就行。但是嗯，你比如说，这也我告诉你，现在有了 AI 以后的那个字幕识别是他妈的奇扯淡。就是你比如说我去讲一个，比如哈萨比斯，嗯，这个 DeepMind 的那个对 对对对 DeepMind 的对，老大。然嗯，后呢，在剪映里，它可以把它识别成黄仁勋。我去，剪映垃圾呀。不，它就 AI 嘛，它就是 AI 完了以后，他觉得你在说一个有名的人，然后这个人是谁呢？嗯，他又没听明白，他就把黄仁勋嗯，搁上了。对，然后这个就只能是校对嘛，这没办法。校对完了以后呢，有了字幕，再往后的工作就是 AI 是可以搞定的。比如嗯，说做一些 SEO 啊，做一些这个视频分段啊，哦，总结这个逐字稿啊，总结啊，博客呀，这个事儿字幕啊，AI 都可以搞定了。啊，是是是，是，没错。哎呀，我反正现在发现，我用 AI 我发现 AI 写那种视频的叫怎么说，视频的文案的能力比我强多了。因为我就还是过去写博客就写的比较多嘛，就是想表达个观点，夸夸夸可能会写个1000、2000，有的时候写个3000字。然后呢，就是像我这种就不适合在视频上发嘛，然后我就把它丢给 ChatGPT，ChatGPT 就说你这个不行，怎么着。然后呢，你要如果是录视频的话，那整个的结构它不是这样子的，要走一个什么对，YouTube 的叙事体或者什么短视频的叙事体，要怎么改。改完以后，我去，我是说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改的是真好啊。然后我基这个其实本上呢，根是不对的，据自己的你千万不这个，要用它那个东西。真的不嗯，要用这种东西，没有意义。我做然后视频最关键的不是什么叙事嗯体，什么黄金三嗯秒，什么黄金30秒，嗯什么30秒留存这都不重要。嗯，重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日更。要让我们自己开心。哦，对，这倒是，是因为你要是，做一个日更也好，做一个甭管是什么，你要把它作为嗯一个压力放在自己身上，一旦自己不开心了，那嗯，这个就是巨大的内耗。所以一定对对对对，要让自己开心起来。是是是，我特别同意，特别同意，没错对吧？没错，因为所以像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听一听，说，哎，这个黄金多少秒，然后这个前头要怎么样，然后要怎么以一个什么嗯场景化、画面级的这种开场，然后嗯或者什么的，你去试试，试完了以后，你发现啊
没有什么数据变化，就是对于咱们来说 A/B 测试嘛，测完了以后对，基本上没变化，因为呢还是要看你的题目是什么。对吧？因为选题，像我肯定文科是很烂的嘛，就是程序员出身，这个到底哪一个词汇更好一点，哪个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对吧？嗯跟那些真的文科生比起来，你是没法整的。嗯，是不同的平台它可能调性也不一样。是，我觉得你说的对，有的时候太追求这种技巧也没有太多的意义，关键还是对你就觉得做的这个事儿呢，你觉得挺舒服的，挺愿意对，长期坚持下去。对对，同意。因为呢，这个做这种东西啊，你真追求这个东西啊，咱真追求不过这个国内 MCN 机构。你说那是，你追求形式，那他们肯定是最专业的，对吧？嗯，所以呢，这就是叫形式跟内容，内容大于形式，而不要形对式大于内容。对，对吧？像以前像你讲这个，这整个它这个东西叫什么叫什么因文害义还叫什么意思？就是你因为文体的东西，你把这个意思搞错嗯了，这事儿是不嗯行。我们首先要把自己想讲的东西痛痛快快讲出去，啊，然后嗯，才是剩下那些玩意儿。你大是，家爱看看，不爱看拉倒。这嗯慢慢会形成你的风格，因为最后呢，推荐系统会形成一个双向奔赴，就是嗯喜欢你的人呢，就会慢慢的啊在你这儿聚集起来，然后你啊，再慢慢为喜欢你的人做节目就完了。嗯是，YouTube 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性的一个频道，它不像嗯抖音、快手这样，就是它比较单一，就是这段时嗯间这个火，大家都去干这个，下一段时间那个火，大家都去干那个，所以这块儿嗯，呢还是要好很多的。对。我我其实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觉得有对啊，话说的选题啊，但是现在会让 是 ChatGPT 帮我把稿稍微修改修改，修改对的，就是它没有那么文绉绉吧，就改的相对来说对口语化一些。对，我是从来不用逐字稿，我都是用提纲，因为逐字稿啊到我这儿会觉得很痛苦。啊，这个像有的时候这个上来就有人怼你说这个，哎，这个你也配讲这个，你也配讲那个，说你有什么资格讲这个，对吧？经常会有人上来怼你，就是因为像我们啊，一旦是铺开了做节目的话，经常会讲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你怎么对配讲这个，对吧？后来我说这个叫配钥匙的老师傅，对吧？配钥匙嗯，老师傅就是一个梗嘛，一上来就是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这个所以就是人家说，还有好多人说，哎，老范，你以后不要讲这个了，你去讲这个投资吧，你去讲这个 AI 吧，你去讲编程吧。后来我说，我想讲啥讲啥，你管我呢，对吧？我讲这个，对呀，我讲开心了，我就讲。对呀，是是，嗨，妈的很多评论是不能看，反正自己想讲啥就讲啥，哎，这个对呀，是不情绪评论呢，不能其实没关系，因为为什么？我是每周三晚上8点会做一个直播，就把嗯这一个礼拜评论都拎出来，跟大家讲讲，就是或者说有意思的跟大家讲讲，没意思的拉倒了，对吧？然嗯后这个，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呢？就是我能说，他们就不能说了，对吧？因为我直播嘛，所以你嗯可以在评论里骂我，然后等到嗯，我这个直播读屏的时候，我再给你骂回去，然后你还没法回嘴，哇，好爽，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对吧？这就是这个油管直播的一个好玩的地方。你如果懒得剪片子，你就直播啊。你要说，哎，我想做的还不错，你就慢慢做。你要说我不想做了，你就直播。然嗯，后像现在咱们用这个StreamYard 呢，就是它就也是可以加什么屏幕啊，加 PPT 啊，加什么东西都可以加，哦，对对对，是加是是，视频文件。所以呢，就是像我好多课程也是拿这东西录的。哦，用这个录好了之后，然后就放在你的这个会员专区了，是吧？对啊，哎，这那那个这个还是还你你是很你要如果做油管这个会员的话，你一般来说，像你这种广告费是比例更高啊，还是像这种付费会员的收入比例会更高一些，还是差不多呀？那肯定是广告费高啊，但是我现在付费会员大概能够占到我收入的1/3，哦，那还可以啊，就是2:1嘛，对吧？2:1的比例嘛，二比一。挺好挺哎，我好。给你瞅瞅，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做事儿是这样，就是你要做一个特别哦，你这个就是那个 StreamYard 对不对？对啊，你啊看这不是收入吗？啊这可以的，28天收入3191美金。可以，挺好。
然后呢，如果这是能不交税12月份就更好。的收入。但是12月份已经开始降了。这个做 YouTube 呢，就是1季度就基本上没法看，因为那个广告费会暴跌的。你看现在已经到6.82块了，我刚才还跟你说7块呢。这个是黑五的时候大概能到7.7块，哦，对吧？因为这个也很正常嘛，他们都打广告，咱们广告费就高嘛，对，对吧？然后这个你看，这不是这个光看广告的啊，这个1900，然后这个会员服务1200。哎，他们有的好像还可以，就是直接给你配上英文的字幕，然后再配上英文的，这叫啥呀？语音，再配上英文我这就有，的发音。我这就有。啊，这个也有啊。对呀。他们这个那个是怎么弄的呀？你好像要达到一定的，他应该现在还在灰度这个项目，就是你达到一哦，定的这个要求以后，他就给你开了，然后牛牛，你只要那就选说我同意就可以。哦，这个厉害。行，我这个才刚刚起步，才200个什么 subscribers，才200多个嗯，这个订阅用户，慢慢来了。已经很快了反啊，已正经很快了。我听明白了，你都是日更，我日更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觉得每周更3条应该是还是做得到的。没问题啊，更3条，然后你不停的找人聊天呗，你在上海也是有很多人的，然后聊呗，嗯嗯，对吧？然后这个什么 AI 创业，什么 AI 编程，然后那可以来对找我，对对对，没问题。是。我觉得还是要做油管，国内真的没啥可做的，而且，哎呀，就是你不知道讲些什么，突然他就给你限流了，他也不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啊，你为什么会发现自己限流呢？你会发现这数据不对呀，你做个短视频，你好歹至少几千流量应该有的吧？就是你嗯，后台一看不对，才这个几十个上百个曝光量，那你就知道不对了，被限流了。但是为什么限流，他也不告诉你，你也不知道，只对啊，能胡猜。是，哎，这他妈的，所以就没办法。多做呗。多做呗，你这个聊天的能力还是够的，没问题的。国内我是正然后经不这个不想做了，国内没啥意思，我就可能就保留一个视频号吧，因为毕竟大家交流还是用微信的嘛，所以做个视频号嘛。然后我可能会稍微回复一下，然后呢，反正视频剪好了，我就抖音啊、小红书同步一下。那抖音跟小红书，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不行，就是它还是那种要泛娱乐，泛娱乐那种。像我们这种讲我认知的、输出思想的，那基本抖音没有现在这么时间。已经很卷了，就是他们的那种长视频、中视频、长视频非常卷，A 肉 B 肉，然后粗剪细剪，那个咱们根本搞不定。你是说那个什么呀？你说在国内的吗？哪种长视对，频？抖音上是有这个叫中视频计划嘛，就是他们就是啊，好多这种，就是弄个十几分钟、20几分钟那种，他要求你嗯的信息密度非常高，根本搞不定。嗯，哎呀，那种没啥用。我抖音上发了好多条，最后好像有个几百块钱奖励，几百块人民币奖励。但是我是第一个月就YPP，然后呢，YPP 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要你的呃地址，然后税务，但是你税务呢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现在要比以前麻烦了，你要去税务局开这个中国税务公民身份证明，那个是必须要到税务局去开的，要盖章的，以前不需要，现在是必须要，每年要干一次干这个事情。每年1月份去盖个章，这个挺但是他也麻烦的。不管你，反正咱们在北京、上海还好，就是他就是说，哎，你干什么呢？你干这个事儿行，没问题，弄吧。然后现在好像最新的是可以在网上弄了，去年不行，我去年还跑了趟税务局。哦，我估计像上海、杭州这边好弄，因为上海、杭州这对，边很多都是，这叫啥玩意儿？都是在这个支付宝里面。不，这个肯定不行，就是你要到那个个人税务局的那个 APP 里，或者是网页里。哦，个税啊，哦，我知道了。哦，对，有个个税 对，APP。哎，这都后话，等我先这个做起来吧。你而且快得很，你这有一些个我估计订阅用户，明年你春节前肯定能变现了。这个慢慢走吧。然后我告诉你，经常没事只要有儿更新。钱了，你就觉得，哎，这事儿就跟打麻将挂钱似的，哎，有意思了，啊，是，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是吧？哎呀，我现在正经觉得，国内第一不要去拉团队创业，
第二，不要去做 to B 的业务。to B 业务其实我做了1年多时间，如果我要好好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关键是这种 to B 的业务让你觉得特别没意思，它是一个负反馈，虽然对啊，也能赚到一点钱啊，但是它给我的感觉是一种负反馈，所以我正经是不想做下去。国内做 to B 就不停的伺候人呗，伺候也，而且你伺候的人他自己也不懂，上来就这个不对对，那个不对，哎呀，这个怎么回事，那个怎么回事，烦死你。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对，超级个体搞搞自媒体，赚点零花钱，对吧？然后自己再投资，这个资产再增长一点。然后呢，我再吭哧搞软件，对吧？香港再卖保险，维持身份，哎，就觉得挺好的。哎，然后想着等将来退休了，如果能拿到香港身份，将来退休了去泰国、马来西亚去，香港那个地方也搁笼子，说实话，居住体验实在是不好。马来西亚还是挺舒服的，对，马来西亚非常舒服。哎，你父母够70岁了没？啊，我母亲很多年前就去世了，我爸都已经80几了，我看看39年，那没法弄现在都85岁，马上86岁了。啊。因为什么呢？就是马来西亚呢是70岁之前啊，是可以第一次投保，就是你可以买保险。过了70岁以后呢，他就不卖保险给你了，然后你要在那边再生活下去就很麻烦。哦，就是因为第二家园，就是你只要有一个人过去了以后呢，你是全家都可以过去的，老人也可以去。但是呢，你如果一个老人在那边你没有保险的话，这个事儿就很麻烦。哎呀，不想那么多的事儿了，反正就是我觉得眼前想做点什么事儿就慢慢做吧，就觉得他做呗。开心就好。我是那年在马来西亚，在新山晃了1个礼拜，自己一个人在那儿晃，然嗯后全程讲中文，用支付宝嗯，和微信，可爽了，我靠，我去，那你真的。是爽的。现在，哎，这个东南亚就是中国的怎么后花园？不，只有那儿是这样，就只有马来西亚是这样，其他地方都不行。你到新加坡都不行。嗯新加坡你还经常看到一些他妈长得像中国人的人，然后跟他聊天，他说不行，那必须 English，然后那个中文不行。然后那个就是你知道他肯定会讲中文，但是他就不跟你讲，他就是我觉得一定要跟你讲英文。马来西亚就没有人跟你费这个劲，你包括一些马来人，就是你看着那种黑黑的人，你跟他讲中文，他也能跟你对付2句，因为他们好多小学学这东西。哦，然后是到那儿就是支付宝，他们都是支付宝支付，可开心了。然后那时候他们那个什么，碧桂园的房子，还有那个什么富力的房子，就在那个新加坡旁边。啊，然后那个房子，我说这房怎么卖啊？这个房子偷偷给我拉到一边去，嗯，你在国内付人民币，然后我在这边给你房子。哦，嗯，这哎呀，这就反正有很多很多很神奇的故事。那挺好，你这故事可以讲的很多，哎呀，这个实不是在是很多。故事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其实都经历很多故事，但是呢，有些人呢就什么也没看见，有些人呢就属于我看见了，我来了，我看见了，但是不是说我征服啊，是这个我能把这故事记下来，然后能够结合自己的感受再给它讲出来，这个就算是个本事。所以我的频道叫老范讲故事。对，庄标伟原来想做个频道叫老庄讲道理，我说你再想想，你再想想，后来说算了，我不做了，就不能太他为啥严肃这事儿。不做了呢？因为他觉得这个，他就老惦记去跟人吵架嘛，他叫老庄讲道理，这事儿是谁是道理？凭什么你有道理，对吧？对，是，嗨，别较劲，唉，这一别较劲，点肯定对的。较什么劲啊？嗯，行，就这样，你这就也好，知道咋玩了，然后咱们就玩起对，来。哎，终于知道了。你的频道叫什么？在这儿再我看啊，说一下。哎，我频道就是范凯 Robin，我看啊，应该就是对，你可以在这儿打上来，把那个频道名在这个在这里头打出来。应该是一个艾特吧？我看看啊，是不是这种写法？不用艾特，不用艾特，你就直接打出来就行了，就在这个什么亚子里打出来。就这个，啊，不是这个，不知道，不是这个，是你的，它有一个频道名，这个是你的频道账号。我看啊，
你像我的频道账号叫 Storyteller Fan，然后呢，我的频道名叫老范讲故事，就这个，我也不知道应该叫怎么说。老范讲，等我看看回头啊，我油管我应该改个名字，我现在其实就叫范凯 Robin，然后这个 ID。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什么呢？就是不容易记，不容易传播。对，范凯我看看啊，我应该对应该给他改一个，哎，确实不对，等会儿我看看应该是怎么叫这个名字。哪儿去了啊？Robin 范啊，你这是 Robin 范，Robin 范，我应该给他改一个，是确实不容易记。范凯 Robin 啊，这个再改一个呗。改一个，回头问问 AI，明天问问 AI，让他帮我改。对，要一个朗朗上口的，对吧？我这个可以给他列出来啊，然后还有我们这儿还有个70-80人在看呢，对吧？欢迎关注范凯老师的频道啊。哎，我看看你的频道叫什么名字？老范讲故事。对啊。啊，我这个也是改了好多次的，一开始叫爱讲故事的老范，后来呢叫做什么什么，反正改了好几次。后来人说不行，说这个在手机上只能看到前几个字，说一定要先叫老范，然后呢再说后边的，所以后来就改成叫老范讲故事。我这是改了3次才改成这样的。啊 ，Storyteller 范啊，这个对。好的。哎，你说我为什么我的 ID 上没有显示像你这种直播中的一个圈圈呢？在呀，也是直播中，我看的是直播中啊。我切个账号看看有没有那个直播的圈圈，也许是我自己看自己看不到。那有，对，好，回头我再好好弄一弄，油管就开始了，搞了，多谢，我们范路本家老范，对，早点休息。好，拜拜。感谢大家陪伴我们2个中年油腻老男人聊天啊，感谢陪伴。我们提供的不是知识，而是情绪价值。